我明明还没有死，却已经在地府生活了1万年。阎罗王和我称兄道弟，黑白无常见了我都喊大哥，牛头马面更是争着抢着给我当坐骑。只因为这1万年来，我每天任劳任怨打理整个地府，但今天我不想干了，因为我终于把地府所有地方全部迁到完成，成功获得了万古仙魔神体。只要顺利投胎转世，那就比别人多了万年修为。随后我来到阎罗王面前，向他辞去阴差职位。你阴身在地府做事1万年，积攒下万年阴德，这次投胎会投进一个修仙世家。只要你潜心修炼，日后必有一番成就。多谢阎王。好了，随牛头马面去投胎吧。遵命。林兄弟，请吧。先随我们去奈何桥，喝下孟婆汤，再入轮回。牛哥，可知我这次投胎是哪户人家？长生界林家，那可是传承10万年的古族，论底蕴，没几个古族能比得上林家。你小子这次可是撞了大运了，居然能投到古族林家，这简直是祖坟冒青烟了。老弟，按地府的规矩，不管是谁投胎前都得喝孟婆汤，咱们当过阴差的也不例外。你放心，下辈子俺要是去找你，还拿你当兄弟。你可别来找我，你找我那铁定是来勾魂，那不就说明我又死了？牛哥，这还没投胎呢，能不能说点吉利话？俺老牛嘴笨，老弟你别往心里去。林天，听说你今日要走，婆婆我特意给你加了料，多熬了3个时辰，快喝了这碗汤，好上路吧。好家伙，孟婆你还特意加料，是生怕我还记得你们几个是吧？诸位，希望咱们再也没有相见之日。您正在服用孟婆汤，将会忘掉所有前尘往事。是否使用常清水化解？是。已使用常清水，孟婆汤效果已化解。不愧是在奈何桥签到得来的至宝，这下我能带着千年记忆投胎了。轮回通道开启，祖地之魂归位在即。老朽夜观天象，掐指一算，祖地就要转世了。什么？老祖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。10万年前，我林家出了位绝世天骄，登顶大帝之境。后来选择转世轮回，历经100世便会重归林家。到那时，他会带领林家走上大道之巅。若我猜的不错，祖地正是你夫人腹中的胎儿。祖地转世在我夫人腹中，按祖训记载，祖地降世之时，定会有异象显现。林渊，此事绝不可走漏半点风声。老早放心。此事关系林家未来，绝不会有半分闪失。老祖，我先去厢房守着了。慢着，我也同你一起去。我这把老骨头也该活动活动了。
老祖，按神医的说法，还有3天才到临产之日，咱们现在就把接生婆请来，是不是太早了？你可听闻过九曜天阳赐福？九曜天阳？老祖，按神医的说法，还有3天才到临产之日，咱们现在就把接生婆请来，是不是太早了？你可听闻过九曜天阳赐福？九曜天阳？传闻那是万年一遇的罕见异象，若是婴儿满月时碰上，能得满月赐福，对日后修炼大有助益。不错，老夫夜观天象，30日后正是万年不遇的九曜天阳日，祖弟筹备10万年，选在此时降世，必然有他的道理。依老夫看，祖弟今日便会出生。原来如此。恭喜族长！真没想到，祖弟转世，竟连鸿蒙紫气都引来了。这等资质，该是何等恐怖！老夫活了8000多岁，等了6000多年，总算等到祖弟降世了。这资质，竟比传说中还要逆天。恭喜族长，又喜得一子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有儿子了，真是好啊，太好了！祖弟资质再逆天，终究是祖弟。可这个儿子才是真正能继承我衣钵的人。不管他资质如何，我都要把他培养成天地至强。仙魔共同降世，难不成仙魔大战要爆发了？仙魔素来势不两立，一同现实，注定是一场劫难啊！难道是祖弟资质太过逆天，连仙魔2界都容不下他？这股气息，莫非是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万千仙魔要跪拜一个刚出生的男婴？难不成是男婴资质太过恐怖，连诸天仙魔要为之臣服？这得是何等天资，出生就能引来仙魔跪拜啊！啊！哈哈哈哈！我儿有大帝之资啊！老祖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会不会这个男婴才是祖弟转世？论资质，他可比女婴强出太多。说是祖弟，反倒更让人信服。不会搞错的，那个女婴才是祖弟转世，祖籍上写的明明白白。祖弟筹备了整整10万年，到头来竟连个刚出生的男婴都比不过。这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不得气坏了。这难不成是万古仙神神体？10万年来，我翻遍古籍，3界36000种修仙体质，排在首位的就是他。修仙修潜都能走到极致，堪称万古之最。想不到我筹备了10万年，刚一出生就在体质上输了一筹。不过体质输了不算什么，未来你的成就绝对不及我。族长，男婴资质逆天，老臣以为应当册封为神子，未来继承林家大业。
如此也好。老祖，您怎么看？儿子有这般天纵之姿，能封神子继承家业，才不算浪费天赋，更是林家的大幸。可祖弟那边该如何交代？今日林渊诞下一男一女，皆是天骄之辈，此乃我林家大喜之事。老夫决定，将女婴封为神女，男婴封为神子。不愧是万古先天神体，这气血之力当真强横。得让身体快点发育起来，试试在这屋子里签到能出什么。虽说这屋子沾了点道运，可比地府那地方差远了。签到成功，获得玄灵液1瓶。正常婴儿的经脉根本扛不住玄灵液，但我这万古仙神神体可不能用常理衡量，试试便知。好浓郁的灵性，跟洪水猛兽似的在体内横冲直撞。可惜我的经脉跟钢铁铸的河道似的，这点力道根本撼动不了分毫。不错，吸收的干干净净，不愧是万古仙神神体。剩这么一点扔了可惜，不如给他也尝尝。林渊，你快看，神儿在对着我笑呢，小家伙真可爱。祖弟之事太过敏感，万一被心怀不轨之人知晓，必会招来危险。这件事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再有20天就是满月赐福了，我听老祖说，2个孩子正好赶上万年不遇的9曜天阳。这2个孩子的运气当真是逆天，咱们可得好好筹备一番，也好让他们在这场机缘里多得些信主。不错，我正是为了此事来的。天底下竟有这么大块的羊乳灵玉胎，羊脂灵玉胎灵性最是温和，婴儿贴身带着能潜移或化改善体质，便是肉体凡胎也能养出天骄资质。这么大一块的羊乳灵玉胎，整个长生界都找不出第2块。咱们林家是如何寻来这么大一块灵玉胎的？这块灵玉胎是藏宝库中的藏品，具体来历我也不清楚，毕竟藏宝库只有族长与老祖能入，进前还得立下天道誓言，不可将库中情形外泄。这块羊脂灵玉胎是上任老祖在一处绝地中寻回来的。林家果然阔绰，居然拿出这么大一块灵玉胎。妹妹资质虽也不凡，可远不及我，我定然是林家重点培养的对象。小妹啊，你怎么躺到灵玉胎中间去了？快给哥哥让个地方，咱们一起吸收，其乐融融多好。那满月赐福可是9曜天阳，哥也得提升些体质，到时候好抢份大机缘。咱们天儿也过来，一块沾沾灵体。你看这灵玉胎尺寸有限，放2个孩子太挤了，万一他俩翻身滚落到地上，反倒糟错了这么好的宝贝。依我看，不如一个在床上，一个在灵玉胎上轮换着来，每天换一次位置，两边都能顾到。灵玉胎本是为祖弟准备的，可我这儿子资质也逆天，
私心总想着让他也多吸收些，只要不过量，祖弟应当也不会怪罪。也好，那就把灵玉胎挪到申儿床边吧，离得近一些，申儿也能沾着灵气，吸收到些灵性。才这么会儿，身体素质就提升了不少，比刚才更有活力了。可光靠贴着吸收，速度还是太慢。我知道个法子，比这快得多。灵玉入体，这股能量果然雄浑。灵玉胎吃着真过瘾，再来一块。距9曜天阳之日还有20天，必须让鸿蒙地胎修至小成，才能承接住天阳赐福。天阳赐福是满月赐福中最强的一种，得之可留下天阳火种，日后甚至能成极品仙火。居然是这个男听在抢我的资源，他还把灵玉胎掰掉了一块，简直气煞我也！该死，这小家伙竟敢吃本地的灵玉胎！这灵玉胎全是我的，你半分都别想抢走！哟，小妹还挺聪明，居然学我吃灵玉胎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比比看，咱们谁吃得更快。天啊，他们在吃灵玉胎！原来是我见识浅薄了。这是本地的灵玉胎，你不维护本地也就罢了，竟还偷偷分给那小子。反正都是给自家孩子吃了，谁吃都一样，都是好事。这是神体小成。这小子抢了本地这么多灵玉胎，竟还修成了神体小成。本地筹备10万年的机缘，岂能容你这般截获？咦，小妹怎么突然昏过去了？莫不是我神体出城，气息太盛，把她给吓到了？神体小成，周身经脉都拓宽了不少，提升确实明显。如今吸收速度可比之前快多了。竟又被他吃了大半，这欺人太甚的小子！
怎么刚醒又睡过去了？这小身子骨也太弱了，可不行。也罢，哥给你补补身子。这仙胎玉露是天地蕴养的仙品，滋养胎儿效果极强，比灵玉胎霸道得多。寻常刚降生的胎儿受不住，可他吃了这几日灵玉胎，底子已经养起来了。妹妹，这仙胎玉液价值不菲，绝对抵得上那些被我吃掉的灵玉胎了。能量够狂暴，正好借着这股劲儿，再推一把神体境界。这是神体化身。老祖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老夫若猜得不错，应当是万古仙魔神体大成了。什么？我儿神体大成了？这才几天时间，怎么会这么快？走，去你夫人房里一看便知。梦兰，天儿吃阳脂灵玉胎，你怎么不制止？这般吃法太过凶险，稍有不慎便会爆体而亡。我见申儿吃了一直安然无事，便没敢拦着。你也太大意了。灵玉胎本是给2个孩子备的，都让天儿吃了，瑶儿吸收什么？瑶儿也吃了些的，只是速度比申儿慢了许多。这不还剩1成左右的灵玉胎吗？如今天儿用不上了，正好没给瑶儿。儿子神体大成，当真是天大的喜事。可这灵玉胎本是给祖弟准备的，被儿子吃了这么多，想想就有点发慌啊。老祖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灵玉胎只剩这么一点了。宝库禁地内还有些孕养婴儿的至宝，只是效果远不如灵玉胎。梦兰，你可不能再偏袒灵儿了。瑶儿也是我们的孩子，她也要靠灵玉胎长身子。剩下这块灵玉胎全归灵瑶，不能再让天儿抢走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照看好他们2个的。天儿，以后不许抢姐姐的东西了，你要乖啊。好。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？天儿她说了个好字。没有，我也听到了。天儿，能听见爹爹说话吗？天儿，再应一声。刚才应该是申儿无意间发出的声响，他还不会说话呢。是我们太紧张了，不用再试了。好险，差点就暴露了。地府签到和前世记忆是我最大的秘密，这2件事绝对不能让外人知晓，免得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是那小子给我喂了什么好东西？
小子，这回隔了这么远，看你还怎么抢我的灵玉胎！什么？他已经能站起来了，还会走路？这就是万古仙入神体的恐怖之处吗？这笑容简直像魔鬼一样可怕。老爹居然把我和妹妹分开，真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？怎么没什么感觉？看来这灵玉胎对我已经没用了。既然这样，就留给妹妹吧。本帝费尽千辛万苦等来的灵玉胎，竟全被你死吃子了，竟全被你这小子吃！百世轮回，我容易吗？我。这小子还知道心疼我，就算你把灵玉还给本帝，本帝也不会轻易原谅你的。终于到这一天了，为了这万年一遇的天阳赐福，我足足等了3000年，这一次我势在必得。小子，这回看你怎么跟本帝争。你身体再强，没有引动天阳的功法，也是白费力气。赤光引起。什么？神女竟有火龙庇佑？难不成她体内流淌的火龙之血？没想到小妹还挺有本事，竟有条火龙帮她争抢天阳之力。看来我也得做点什么啦。这块冒着黑仙的黑石头是在地府16层签到得来的万魔吞天功，这套功法不靠气催动，以血液为引，血中魔气越强，威力越盛，正好适配我的万古仙年神体，是眼下最适合我的功法。万魔吞天功，功法入体了。天子神女啊，有神女庇佑，我林家何愁不幸？是天阳赐福，神女竟真的引来了天阳之力，那火龙也太强了，竟能释放出如此恐怖的吸力，这等手段也就是仙人才能施展出来吧？祖弟为了天阳赐福，定然早就有所准备，火龙这招真是绝妙。唉，只是可惜了天儿。他才刚满月，哪里懂得什么引气之术？这天阳赐福，怕是与他无缘了。唉，虽说无缘天阳赐福，可他有万古仙年神体在身，资质本就恐怖。日后好好培养，定能成为祖弟的左膀右臂。能做祖弟亲弟弟，已是他的福分。怎么回事？难不成魔神也要争抢天阳之力？这下糟了！魔神现世，长生界怕是要遭劫呢！
万尊魔神竟为我而引来天阳之力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这是传说中的九曜赐福。凌渊啊，老夫真怀疑祖弟是不是投错了胎，成了男儿身。10万年筹备的祖弟，竟连个刚出生的男婴都比不过，可千万别把祖弟气坏了。祖弟，你没事吧？祖弟，祖弟，一阵青一阵白，这2个字，如今听来简直是羞辱。本帝百世轮回，筹备10万年，竟连个刚出生的男婴都斗不过，当真是白活了这10万年。唉，当真是生不逢时啊！若是祖弟晚些年出生，也不至于撞上林天这个怪胎。可真要晚几年，恐怕更不是他的对手了。不过我这儿子也当强的离谱，绝对有大帝之姿。哎，九阳仙火，竟炼化出了九阳仙火，这波天阳赐福值了！3年了，总算到了该修炼的年纪。真好奇，有万古仙神神体打底，我修炼起来能有多快？你们刚满3周岁，先不急着修炼，为父带你们来个地方。爹，我们去哪儿？不是说好满3周岁就开始修炼吗？修炼不急，有件事比修炼更重要。这是万古陈体榜，神榜考验种类繁多，凡能登上榜单者，可得一次逆天机缘。把握好了，便能一飞冲天。想要登榜有个规矩，必须年满3周岁才可参与。万古陈体榜有点意思，就凭我的万古仙魔神体，拿个榜首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神体榜第1人叶天凡，荒古圣体至尊骨；第2人君无命，圣体道胎；第3人姬不悔，至尊剑骨。叶天凡这个名字有些印象，当年在地府签到时翻到过不少古籍，上面记载过万古神域，只要登上神体榜，就能获得进入神域的资格。那可是远古神明栖居的地方，随便碰一桩机缘，都足以驰骋3界了。这万古石碑存在了万万年，按道理岁月越久，道运该越浓郁才对。可眼前这石碑，半分积攒的道运都没有。难道万古石碑积攒的道运不在碑身，而在万古神域之中？我是姐姐，我要先测试。这有什么先后之分？反正你也是输，注定坐第2的位置。你懂什么？我先测，凭鸿蒙地胎必定能登顶第1，拿下头名的万古神池机缘。等他再测，神池机缘也还在，2份收益才是最大。所以我必须在他前面测试。没办法了，只能给这小子点好处，让他先等等。林天，这个仙鹿腿给你，让我先测试，如何？此话当真？当然。
看在这仙鹿腿的份上，就让你先测试好了。反正先后对我都一样，榜首跑不了，先让妹妹尝尝第一是什么感觉也无妨。这3年早摸透了，这小子别的都不在乎，一见美食就迈不开腿。仙鹿腿虽珍贵，能换万古城池的投名机缘，绝对物超所值。老天，鸿蒙仔细孕育的身体，这得恐怖到什么地步？天啊，那根骨头竟有毁天灭地的力量，不愧是神女，当真是天纵之姿。汝独断万古，问鼎万古尘体榜首，现铭刻汝名于碑顶，受万代敬仰。慢着，我要隐藏姓名，以木子2字代之。这就是万古志石，倒是件好东西。老妹，当第一的感觉爽不？要不然哥明天再测试，让你当一天第一过过瘾。无聊。这万古尘体榜，权且先让给你，可接下来其余神榜的第一，你就别想了。天啊，这就是万古仙神体的威能吗？万千仙魔跪拜，太恐怖了！若是让神子成长起来，他日绝对能号令仙魔2界。我林家有神子，注定要崛起，说不定能重现10万年前的盛世。汝独断万古，问鼎万古神体魁首，现铭刻汝名于碑顶，受万代敬仰。汝可要隐姓埋名？隐姓埋名？方才小妹用了木子假名，虽是第一，可天下人又怎知是谁？地府1000年，我已忍得够久，这大势之争不必再忍。这一世，我必要名垂千古，受亿万生灵敬仰。神子之勇，当为我辈第一。我林家之名，定要名垂万古。神子威武，何人能挡神子之势？万古神池居然是七彩的！我得到的消息里，排名51至100为白色光团，31到50为银色，11到30为金色，2至10为紫色，榜首为红色。从未听说过还有七彩光团，难不成是他的万古仙魔神体达到了万古极境，才引来了七彩神池？看来得跟这臭小子好好谈谈。刚接收完七彩光团，脑海里多了枚泛着七彩光芒的牌子。
七彩神池和古籍上记载的一模一样。恭喜宿主达到万古极境，开启万古签到模式。万古签到模式下，吸收万古之气，签到奖励倍数将相应提升。还有这种签到模式，那以后签到岂不是能拿多倍奖励？怎么没感受到万古之气？按道理，若石碑上运有万古之气，我应该能感知到才对。没什么特殊气息，看来万古之气不在碑上，是藏在万古神域里面。得好好合计合计，什么时候进去最合适。祖弟，您打算何时进入万古神域？3日后。3日？现在进去会不会太危险了？我听闻神域内有妖兽盘踞，那些妖兽不会主动攻击人类，神域内自有禁制，只要减少接触，保持友善，便不会有危险。如此便好。天儿也得了万古神池，也不知他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机缘。七彩神池，我也是头一次听闻。万古神域藏着诸多秘藏，凌天的七彩神石说不定能直通秘藏核心。我此番入神域，本就是为寻找成就万古大帝的契机，这七彩神池或许与此有关。我必须和凌天一同前往。我要和凌天一起去万古神域。什么？天儿也一起去的话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我和他同去，不会有问题。真香！哼，就知道吃。怎么长了牙还不让吃东西了？地府当阴差那1000年，都快忘了食物是什么滋味。投胎前2年没长牙，好不容易乳牙长齐了，哪能闲着？3天之后，随我去万古神域。小妹，你是不是胆子小，想让我保护你啊？2个人去，相互之间也能有个照应。行吧，毕竟我是哥哥，总得保护妹妹。既然你这么求我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好了。谁求你了？明明是你自己脑补的。3日后寅时，你我一同进入万古神域。修炼一道，贵在凝神，感应天地之气。这枚魔气丹，寻常魔修服下，足能从魔体1层突破到凝气巅峰。就这点效果，跟尝了个味儿似的。还以为一枚怎么也能从凝气1层冲到2重，没想到魔气丹效果这么弱。再来，好，暴涨！终于突破了凝气2重。魔体已经到巅峰了，接下来该把仙体也推上去。不愧是万古神域，空气中的灵性也太浓郁了。就算不修炼，
在这待上3天，身体素质都能提升不少。那道光是什么？难不成和万古之气有关？刚开启万古签到模式，吸收万古之气就能提升签到倍数，正好上去试试。赤阳仙芝，不是我沉不住气，实在是这赤阳仙皂太过稀有，若是放到荒天古巨，绝对能引得整届修士血流成河。这金光才是关键。检测到万古之气，请靠近至1丈范围内，方可吸收。奇怪，万古之气怎么会藏在赤阳仙招旁边？难道是赤阳仙招生长时引来了万古之气汇聚？这么说来，有万古之气的地方多半就有罕见天材地宝，这万古之气简直就是天然定位器，哪里有宝物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林天，我们小心点靠近，要是有危险立刻退开，确认安全了再采摘。知道了。这不是普通蟒蛇，是一条即将化龙的蛟。林天，我们走。为什么要走？蛟龙肉应该很好煨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吃？我们赶紧离开，惹恼了蛟龙，谁都别想回去。在神域内死亡，就是真的死了，没有复活一说。你走吧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就算不为了吃，也得靠近吸收万古之气，顺便完成签到。这么好的机会，绝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好强的仙火，这小子气运也太逆天了，连9曜赐福都能拿到。不对，当初要不是他偷吃我的灵玉胎，神体怎么可能跟大成的这么快？不对，万古仙人神体单靠灵玉胎根本不足以大成，难不成他还吸收了别的天地至宝？难道当初那个梦是真的？他真给我喂过仙胎玉露？吸收万古之气成功，当前签到倍数提升至1倍，每日签到次数+1。没想到提升签到倍数这么简单，正好在这儿试试万古签到的效果。签到，叮，系统签到成功的清月提示音，宿主于赤阳仙芝旁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万年赤阳仙芝乘1。万古签到模式生效，奖励翻倍，额外获得万年赤阳仙芝乘1。我操，2株万年赤阳仙糟！蛟龙是他斩杀的，仙钞归他理所应当。不过这东西药性霸道，可不能乱用，回头得教教他正确用法，免得补过了头伤了根基。这4周居然还有不少万古之气，倒是意外之喜。啊，弟弟，那边有座宫殿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看建筑形制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万古神殿。成就万古大帝的秘密，多半就藏在其中。啊，那建筑上方居然聚着这么多万古之气，
不过去神殿之前，得先把沿途零散的万古之气都吸收干净，不能浪费。我要先去那片树林。宫殿离我们不算近，别在树林里浪费时间了。我要去那个树林。好吧，就依你。危险！不要靠近！这是生命古树，早已孕育出灵智，踏入它10丈范围就会被视作仇敌，古树缠身，最终会被吞噬的尸骨无存。这里汇聚了这么多万古之气，全部吸收后，签到倍数说不定能直接提升到2倍。这株生命古树已有2500年树龄，实力堪比仙兽。我们快离开此地。九阳仙火目前只是1品仙火，想要对付生命古树确实棘手。可若是能将仙火进阶到2品、3品，便有十足把握了。停留太久，古树已然动了杀心，快跑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逃！你的仙火挡不住这株古树的。九阳仙火竟然进阶了！这是生命树叶，乃是至宝。就算是寿元将尽之人，只需一滴，便能平添100年寿命。丁，吸收万古之气完成，签到奖励提升至2倍，每日签到次数增至2次。于生命古树处签到成功，获得生命树叶1瓶，当前奖励3倍增幅，额外附赠生命树叶3瓶。太好了，1瓶足足有100滴，4瓶加起来就是400滴，足够使用许久了。这3滴留给你。瓶里虽说总拌嘴，但终究是亲人，该惦记还是要惦记。谢谢你，关键时刻还能想着我，确实不错。生命树叶弥足珍贵，危机时刻能救命，收下便是多了一张底牌。现在我们总该动身前往万古神殿了吧？等等，我先去那座山。那山上的万古之气格外浓郁，一点都不比这里少，断然不能错过。那座荒山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我不相信随便一处地方都能寻到至宝。哼，我反正一定要去。这屏障阻力极强，硬闯根本过不去，得靠这个才行。我早已查探清楚，不同品级神池权限各不相同。白色神池仅能在外围探索，金色可入第3区域，紫色能抵达第4区域与主神殿，而红色神池可通行整片神域，还能开启神殿深处的特殊秘藏。传闻成就万古大帝的机缘，就藏在那处秘藏之内。看来想要探索更多地域，吸纳更多万古之气，就得在神体榜拿到更高名次。
竟然是灵液天池，我们运气也太好了。这里的灵液一滴都抵得上1月苦修，更何况是整整1池子。可惜这池水无法带走。他到底有什么本事，总能精准找到这类稀世至宝？叮！吸收万古之气完成，签到奖励提升至3倍，每日签到次数增至3次。于灵液天池签到成功，获得灵液天池3丈，奖励6倍加成，额外再得灵液天池18丈。一下子收获21丈灵液天池，此番进入万古神域实在太值了，难得遇上这等修炼至宝。今晚我们就留在这儿吸收灵液，明日再继续探索吧。天池是你发现的，我一同吸收不太合适。无妨，池水本就带不走，索性一起将它尽数炼化。好吧。经过这一路相处，才发觉他并非那般讨人厌。或许从前是我一直误会他。居然直接冲到灵气巅峰了，小妹的天赋果然不一般。原本以为她3日里能突破到灵气2、3重就很不错，如今进度远超预想。她这是在凝练灵气，灵气巅峰后若急于突破淬体境，反而会错失根基。唯有反复凝练灵气，方能筑牢底蕴，日后境界才会走得更远。远古大能皆是如此修行，可后世功法掌闸中逐渐简化，舍弃灵念灵气这关键一步，只余下灵气9重。万古10榜之中还有万古神器榜，专凭灵气凝练水准，能跻身榜单前100，至少要凝练15次以上，已是亿万人中的顶尖水准。小妹已经开始凝练灵气，我也不能落后。浸泡在灵液里吸收，效果才是最佳。只不过寻常修士根本不敢直接入池，肉身孱弱，很容易被狂暴灵气承爆。用灵液泡澡，天底下怕是没有比这更奢侈的事儿了。我身负万古仙神体，在灵液中也可正常呼吸，完全不必担心。这般吸收速度，比吞服丹药还要快上100倍。这灵液果然神妙，比丹药更容易炼化。我得多吸收一些，可不能被凌天比下去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做什么都想和他一较高下。天池灵液无法带走，今夜便是比拼吸收量。我修有专属吸纳灵气的仙法，这一回他定然赢不了我。我这门功法名为鸿蒙百纳功，是特意在荒天古界寻得，无需仙气便可催动，与我的鸿蒙地胎完美契合。若无此体质，旁人就算得到也无法修炼。此番能在短短3日突破至灵气巅峰，全靠这门功法相助。如今正好借助天池灵液继续凝练灵气。凝练灵气便是剔除杂质，重塑精纯灵力，过程中原有灵气会不断消耗，必须持续补充。万古神器榜的榜首，我势在必得。10万载积淀，我定能碾压所有人。咦，那小子去哪儿了？方才也没传出地动，应当不会遇险。估计是跑去别处了吧？他平日里吃的多，想来是内急了。顺利完成一次灵气凝练。那小子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出事了吧？再等等，应该快了。
姐姐救我！不行，他肯定遇到危险了，我得去找他。相处至今，早已把他当成至亲姐弟，血脉相连，我绝不能坐视不理。原来他一直泡在池子里，他一身尘土污垢，在池里泡了这么久，还一直喝这里的灵液，简直让人恶心！我居然喝了你的泡澡水，臭小子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！小妹，你身子不舒服，是胃难受吗？要不喝点灵液缓解一下？还喝？我就是因为喝了泡过他的灵液才难受，这家伙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才不要！行吧，那我不管你了，眼下抓紧吸收灵液才是正事。整个人泡在池底，全身毛孔一同吸纳灵液，效果果然绝佳。如今我也抵达凝气天峰，接下来该开始凝练灵气了。能在万古神器榜排到第几，就看凝练的次数了。你怎么又跳进去了？这样吸收速度更快。池子里一直泡着它，我断然不会再喝了。掌心吸收虽慢，也只能将就了。开始凝练灵气，一点点剔除灵气里的杂质，再融入新的灵液之里。灵气总量未增，精纯程度却大幅跃升。灵气越是纯粹，催动功法的威力就越强。凝练不难，只是耗费时间与灵气，而且每个人资质不同，凝练的上限也天差地别。一夜下来，我已经完成10次灵气凝练，距离跻身万古神器榜只差最后5次。越往后难度越大，消耗的灵气更是之前数倍。这家伙简直是个怪胎，吸纳灵液的速度也太快了。这下彻底看出差距了，万古仙魔神体的强悍果然名不虚传。签到倍数提升至11倍。这气血之力太过恐怖，对方的身体竟比我的万古仙人神体还要强悍。远古时代果然不凡，那时修士突破仙境轻而易举，体质更是远胜如今。我的仙神门体放在远古根本算不得顶尖，远古之后再无神明，想来是后世修士体质衰退，再也达不到成神的门槛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天地至强者。往日古籍上的画像徒有其形，半点神韵都无，根本展现不出神明的神威。我们进去吧。吸收万古之气成功，签到倍数提升10倍，每日签到次数增加10次。没想到神殿里的万古之气这般充裕，此殿已存万万年，想来昔日灵气远比现在浑厚数万倍。如今看来，它也无法永久封存万古之气，积蓄到极限便会自行消散。加上此前累积，如今签到倍数总计达到21倍，往后单次签到的奖励定然十分丰厚。今日才算真切见识到神明的底蕴，仅仅一尊雕像便透着坚不可摧的气场。传闻神殿之中藏有旷世机缘，若能被神明看中，便可习得传承。只是这些神明眼光极高，平常人根本入不了眼。不少持紫色神池进来的修士，
最后也都是空手而归。小妹运气也太好了，居然直接在此处撞上机缘。是鸿蒙地神体，这是鸿蒙地胎的进阶形态，修炼资质足足提升1000倍不止。如今他这体质依然直逼我的万古仙绵神体。从前我的仙神魔体能完全碾压他，不管是修炼速度还肉身根基都差距悬殊。现在双方只剩下幅差距，再也做不到彻底压制了。万古神殿果然藏金造化，也难怪众人拼死也要前来。一桩机缘便能让人逆天改命，只是此地仅限万古神榜前10之人进入，门槛极高。竟然真的蜕变成鸿蒙地神体了，实在是意外之喜。小子，如今我的神体已经和你相差无疑，用不了多久我定会超越你，到时候你可得乖乖喊我姐姐。看来好运用完了，心中难免有些失落。一路走来都再无机缘显现，看来你很难再得到馈赠了，着实可惜。我曾在古籍中看到记载，藏书阁内藏有一卷神书，记载着突破万古大地的终极奥秘。只要参悟此书，循序渐进打磨根基，便有机会登顶万古大帝之位。只是想入藏书阁，必须持有红色神池才行。至于一旁的藏宝阁，乃是上古神明专属藏地，万百年以来从无一人能够踏入。万古仙神神体，已不知过去多少万年，今日总算等到你了。